老太太被孙子的行径气得都不想走了，直接在路边的一张石凳前坐下来。她费了多大的劲儿才说的这个孙子答应结婚，结果战印沉默了一下，便走过来在奶奶的身边坐下。他平静的道：奶奶该知道强扭的瓜儿不会甜，奶奶要报恩，我是奶奶养大的，奶奶让我娶她替你报恩，我都照做了。我跟奶奶说好的，就是奶奶不能插手我们婚后生活。领证那天我也跟奶奶说过，总要考察过她的人品，看她值不值得我付出一生，不值得就半年结束吧。老太太没好气的道：就你这臭脾气，哪怕你真爱上了海童，也是硬着脖子不承认的。算了，我不气，当初逼着你娶海童是奶奶错了，你说的对，酱扭的瓜儿不会甜，你爱咋样就咋样吧。用你的话说，你们处于隐婚状态，知道你们结婚的人不多，离婚后对海童的伤害能降到最低。老太太叹口气，但愿你不后悔，但愿你将来不用来求奶奶帮你说情。战印抿紧唇，一声不吭。你帮我叫司机开车出来，我现在就走，看到你我能提前见你爷爷去。你爷爷临走前还忧心你的婚事，怕你打一辈子的光棍呢。战印他爷爷走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好不好，根本不用着急婚事的。当然他现在也不老啊，才30岁呢。奶奶用过早餐再走。战印还是很孝顺奶奶的，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爷爷走后呢，奶奶一下子变得孤单。他曾经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陪着奶奶走出失去挚爱的痛苦，直到奶奶恢复了老顽童的作风，他才放心的打理公司。奶奶看着你这张脸就吃不下去，我去海童店里吃，对着我孙媳妇的脸，我能吃2碗饭。战印被奶奶打击也不生气，他知道奶奶很喜欢海童，不仅仅是海童救过奶奶，是海童的性格很对奶奶的胃口。那我让明叔打包好早餐，奶奶带着过去和海童一起吃。老太太想了想答应了，叮嘱孙子让明叔多装一点吧，海童胃口好，还有小军丫头也在，有他们俩陪着，我觉得我能吃下满汉全席。战印想到海童有吃货的潜质，眉眼间带着点笑意，不得不承认他也是喜欢和海童一起吃饭的。每次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他都会觉得胃口好，能多吃1碗饭。行。战印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明叔，吩咐明叔打包3份早餐，让老太太的司机送过来，然后老太太要去管城中学。明叔便明白了，奶奶真不回去坐坐啊？吩咐了明叔打包早餐后，战印问着奶奶：不做了，再做下去到了海童店里他都吃饱了。老太太说完，她也掏出了手机，嘴里说道：我还是跟我孙媳妇说一声，免得她自己打包了早餐。战印默默地看着奶奶打电话给海童，他也想知道海童去派出所做了笔录后几点回来的。奶奶。海童被老太太的电话吵醒，他叫着奶奶的声音都还带着点睡意，老太太一听就知道他没睡醒，笑道：你还没有起床呀？奶奶以为你起来了。以往这个点，海童早就去菜市场买好菜回来了，昨晚睡得晚，今天就多睡了会儿。奶奶，你在哪里？海童以为老太太过来了，本能地问了句：奶奶在外面，准备去你店里和你一起吃早餐。对了，童童，你不用打包早餐了，奶奶打包了3份早餐，带过去和你还有军丫头一起吃。行，那奶奶在店里等我，我很快就过去的。不过以后奶奶别这么早起来，多睡会儿吧，我饿不着的。奶奶年纪大了，睡眠浅，天一亮就要起来，习惯了。奶奶不怕你饿着啊，奶奶就是喜欢和你一起吃饭，特别香。海童笑，过去几个月里，他是经常和老太太一起吃饭。老太太还知道管城很多老店里的小吃是特别好吃，带着他和沈小军去吃遍管城有名的，味道又是最正宗的小吃市。他和小军都觉得老太太年轻时绝对是个吃货，现在年纪大了，吃的不是很多，加上生活条件好了，嘴巴也挑剔了，老太太的食欲才会下降。2个人聊了一会儿，老太太才挂断电话。挂了电话后，一抬头看到自家孙子乌沉沉的眸子直勾勾地看着他，老太太愣了愣后，问他：这样看着奶奶做什么呀？
想让奶奶问海童什么问题？战印抿成一条线的嘴唇动了动，说到电话都挂断了，我说还有用吗？你刚才怎么不说啊？战印绷着脸不说话，老太太一巴掌呼过去，拍在他的手臂上，说他，看看你就是这样子，死鸭子嘴硬，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嘴皮子动一动，不就问出来了？非要板着张脸，抿紧唇，好像你这张嘴生来是不会说话似的。我和你爷爷都不是嘴笨的人，怎么就把你养成了这般白长一张嘴都不知道说话？战印俊脸悄悄地染上了红色，被奶奶骂的。说吧，你想问海童什么？奶奶等会儿见了他，帮你问问了。盼着小夫妻俩好的老太太最终还是选择了帮孙子。战印又是绷着脸不说话，老太太那个气啊，都想上手了。她使劲地搓了搓双手，不停地念着亲生的孙子，亲生的孙子。战印，我就是想知道他昨晚几点回来的。他呢，昨晚出了点意外。什么意外？被一班小混混半路拦车，小混混想打他，不过被他反击了。最后就是派出所把小混混连同他一起带走了吧。璎珞老太太就瞪着他。下一刻，老太太又是一巴掌呼过去，这一次力道更大。战印穿着运动服，手臂露出来的被奶奶呼了一巴掌，手臂上都有红印子了，可见奶奶此刻有多生气。你看到了是吧？看到还不出手是吧？战印，就算你不爱海童，看到他遇到危险，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呀，哪怕是个陌生人，你也该见义勇为，更不要说那是你的妻子。战印等奶奶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后，闷闷地道，他身手好得很啊，我想英雄救美都没机会。老太太的声音戛然而止。老太太看着孙子，孙子看着她，她数次动了动嘴皮子，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有说。最后呢，她哈哈地笑了起来。战印一脸的黑线，看着奶奶笑得肆无忌惮。老太太边笑边拍着战印的肩膀，战印还得扶着自家奶奶，怕她笑得太放肆会跌倒。好一会儿，老太太才停止了大笑，说道：“阿印啊，是奶奶错怪你了。海童是学过散打的，身手是挺好的，对付一般的小混混，10个8个都不成问题。奶奶建议你啊，下次看到海童有难时，别看他需不需要帮忙，赶紧去帮忙，就是最好还受点伤，那样海童会愧疚，对你非常好的。”战印脸色阴沉沉的，两片薄唇抿得紧紧。追妻总是要耍点小心机的，当然呢，最主要的还是你的真心。战印冷冷地道：“奶奶，我不追妻。”行行行，你不追妻，你就嘴硬吧，有你求奶奶的时候。呵呵。战印脸色那个黑啊，这是亲奶奶吗？他怎么觉得奶奶就是等着看他的好戏？颇带点幸灾乐祸。老太太的司机开着车过来了。奶奶先走，你慢慢跑步，要是吃早餐时没有胃口，学学你奶奶我。奶奶的方法还是很管用的啊，奶奶吃的盐都多过你吃饭。老太太又拍了拍战印的肩膀，笑嘻嘻地走向他的车子，还不忘问着司机：“明叔有没有让你带来打包好的早餐？”带来了，在车上。老太太嗯了一声。战印体贴地拉开车门，扶奶奶上车，看到一旁的座位上放着3只保温饭盒，他抿抿嘴，什么都不说。老太太走了，战印站在原地目送着奶奶离去，片刻他才往回走。晨跑就此结束。回到别墅里换过了衣服，然后战印才下楼吃早餐。由于老太太让明叔打包3份早餐给他老人家带走，厨房里给战印准备的早餐全都打包了，又加急做了一份给战印享用，就是时间太赶，不够丰富。战印食欲不太好，也不计较早餐丰不丰富的事，随便吃了点，又喝了半杯咖啡，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好一点，他才带着一班的保镖出门。别墅区出来的那条水泥路连接着外面的大公路，是这里住户出门必经之路。战印的专车队行到这条必经之路的一半时，被迫停下来。前方有辆车停在了路中间，这不是正式的公路，宽度只够2辆车并排通过，还得慢慢来，否则容易发生碰撞。那辆车恰好是停在了路中间，
这让后面的车不管是选择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够位置通过。司机按了按车喇叭，那辆车的司机从车底下爬出来，不好意思地大声说道：“我的车抛锚了。”站印的司机扭头对他说道：“大少爷，前面有辆车，说是抛锚了。”站印不知道在想什么，听了司机的话，只是瞟了一眼前方那辆车，便说道：“你们俩下车去看看，能修就帮他弄一弄，需要时间太长的话，就叫所有人下车，合力把他的车推到一边去，别挡着别人的出行，再叫他打电话叫人来拖车。”是。司机和阿七下了车，对方司机对于两个人下车帮忙感激不尽。检查了一番后，站印的司机说道：“你这车要修好，得需要好几个小时，我们赶时间，没有办法帮到你，我叫人下车帮你把车推到一边去，免得挡住了后面的来车，你再打电话叫人来拖车。一辆轿车在众人的合力下还是能挪一挪位置的，只要挪一挪就挡不住后面的来车。”对方司机感激的道：“行，那我先谢谢你们，就是我们小姐有急事要先走，不知道你们能否带上我们家小姐一程。”阿七和司机不敢擅自答应，不过阿七回到了那辆劳斯莱斯前，恭敬地对站印说道：“大少爷，对方车上还坐着一人，那人说是他家小姐，急着出门办事的，现在他的车子需要拖车去修，问能不能带上他家小姐一程。”站印冷冷地反问：“哪家千金？”阿七：“我倒是没有问，问清楚是哪家千金，再安排。”“不用问了，我知道是谁了。”站印看到了那辆车上走下来的千金小姐是谁了，正是对他纠缠不休的，公开向他表白，公开追求他的商小飞。海童跟他说过，商小飞去海边度假了，这么快就回来了。看到商小飞朝他的车子走过来，站印的俊脸绷得紧紧的，他莫名的就想起了海童和他说过的话。商小飞请教过海童如何追求他，海童那个死丫头还很热心的把他想到的法子告诉商小飞，大有要帮着商小飞拿下他的架势。没见过这么大方的妻子，帮着其他女人倒追自己的丈夫。站印顿时就觉得商小飞的车子抛锚是故意的，以往商小飞都是自己开车出门的，今天却让司机开车，分明就是为了堵他。阿七看到商小飞也有点意外，他没有说什么，默默地退到一边去。商小飞走过来，微弯下腰，敲着站印的车窗，站印不想搭理他，愣是不按下车窗。站印：“我的车子坏了，你能带我一程吗？”站印不肯按下车窗，商小飞只得大声问着。站印保持着正视前方的姿势，看都不看商小飞一眼。站印：“我保证只是搭坐一程，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的，我就坐你的保镖车。”阿七默默地看着，猜测着自家大少爷会不会心软的让商小姐上车。站印依旧不吭声，他的保镖们则是下车帮忙把商小飞的车子合力的往旁边挪了挪，确定可以通过一辆车了，保镖们才松手，纷纷回到车上。司机和阿七上车后，司机还扭头偷看自家大少爷，阿七却低声说道：“开车吧，商小姐怎么办？带还是不带？”阿七说你想丢工作？司机马上发动引擎，把车开动。他可不想丢工作啊。大少爷虽然冷冰冰的，给他的工资待遇都非常好，他一个人挣钱都能养活全家了，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站印。商小飞追着站印的车子跑了几步，便放弃了。站印不肯让他上车，他就算往他的车轮底下一躺，他都不会停车的，只会送他上西天。眼睁睁地看着站印的专车在保镖车的簇拥下扬长而去，商小飞还跺了跺脚。他大清早就跑到这里来堵站印的路，堵是堵着了，他也算是帮了他一点忙，毕竟车子是他的保镖们合力推动才能挪到路边去，没有再挡着后面来车的路。但未能坐上站印的车，商小飞还是难过得很。当然呢，商小飞不会就此放弃的，没有追上1年半载，他都不会放弃的。从他公开表白到现在才多久？坚持吧，总有一天他能坐上站印的专车的，让他的专车以后只允许他这个年轻的女性坐。
做着美梦的商小飞很快便心情好了起来，他打电话给管家，让管家给他安排一辆车过来。昨晚我带回来的那些海鲜还养着吧？有没有死啊？没死的话，把那些海鲜帮我装上，一起送过来，我要拿去送人的。商小飞还记着自己向海童承诺过，度假回来后送些新鲜的海鲜给海童吃。他昨晚从海景别墅回来时，就特意带了很多海鲜回来。父母知道他和海童结交，并没有嫌弃海童不配为友，反而很支持他和海童成为朋友，可能是他朋友太少的原因吧。父母觉得只要能被他高看两眼，愿意结交为友的女孩子都是好女孩子。商小飞要带海鲜回来送给海童，商太太还亲自帮女儿打收拾了很多呢。商太太还没有见过海童本人，连网上的那个相片都没有看到，倒是看过海童送给自家女儿的那只招财猫，觉得海童真的是心灵手巧，加上知道海童的身世，对这个独立自强的女孩子特别有好感。大概是从海童身上看到了她年轻时的影子吧。她离开福利院的时候，也是靠着自己独立自强才有今天的。遗憾的是，她和妹妹分离了，而海童姐妹俩始终相依为命。海童不知道商小飞度假归来，还真按照他教的去堵了战印的路，也是夫妻俩冷战分居，战印回豪庭别墅区居住，商小飞才有机会堵到战印的车子。海玲依旧要去找工作，海童今天起来的晚了，等不到妹妹去接儿子，海玲便直接把周洋送到书店去。还好啊，海玲知道打电话给妹妹，告诉妹妹她这个已经把周洋送到店里去了。海童都去姐姐家里的路上了，接到姐姐的电话，她才掉头回店里的。老太太并没有比她早到，还是她到了店里，老太太才到的。老太太本来就打着主意要来找海童聊聊的，故而她坐的那辆车是为了配合战印装穷，跑去二手车市场买的一辆二手车，几万块钱，这样不会引起海童的怀疑。奶奶，海童抱着周洋走过来，帮老太太拉开了车门。老太太提着3只保温饭盒下车，海童想帮忙，老太太笑道：不用了，又不重，奶奶还能提得动，洋洋怎么在你这里？你姐呢？老太太伸手捏了捏周洋的小脸，夸赞着：你姐把洋洋养得真好，小家伙虎头虎脑的，长得又结实。他老人家什么时候能有像周洋这样白白胖胖的曾孙子啊？瞄了瞄海童的肚子，平平坦坦的。是了，他那个高傲又有点别扭的长孙说了，他还没有碰过海童。夫妻俩现在都是清清白白的，他老人家想抱曾孙呀，还早得很。海童嫌弃战印冷冰冰的，不敢扑倒，更不敢扒光睡了。战印又老太太那个忧心啊，他忽然想着，战印会不会像外界传言那般喜欢男人，或者是身体有毛病？不行，否则和海童结婚1个多月了，又是住在一起，竟然还没有行使丈夫的权利。老太太决定让家里的厨师中午就给战印熬10全大补汤，然后让海童给战印送去，帮他补补身子，看看能不能补出个曾孙子来，正好也能给夫妻俩一个台阶下。可不能一直这样冷战分居。洋洋叫祖奶奶，海童也觉得外甥养得很好，战祖奶奶好。老太太是战印的奶奶，战印与海玲同辈，周洋的确是要称呼老太太为祖奶奶。老太太笑着夸周洋有礼貌。她和海童一起进店，战奶奶你来了。沈小军迎出来，看到老太太手里拎着3个保温饭盒，沈小军忙接过了饭盒。我给你们送早餐来了，来，咱们一起吃，我就喜欢和你们俩丫头一起吃饭，特别香。老太太进店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熟练的去洗手拿碗筷。沈小军已经把饭盒打开，看到里面的早餐，沈小军问着从小厨房里出来的老太太：战奶奶，你是不是去5星级酒店打包的？做的那样精致，闻着就香喷喷的，不是5星级酒店做出来的，沈小军都不相信。他家里也请有阿姨做饭，阿姨就做不了这么好。老太太总不能说是战印家里的厨师做的吧？沈小军这样问了，他老人家干脆就顺着沈小军的意思撒了谎，说道：我拿着保温饭盒去管城大酒店打包的，这样能保温。
海童帮外甥洗了手后，接过话来：“奶奶，你又破费了，我和小军都不是挑食的人，随便打包一份白粥过来，我们俩也吃得津津有味的。喏，奶奶这个月的退休金到账了，请你们吃餐好的。奶奶的退休金留着养老用吧。”老太太笑道：“我儿孙一大堆，他们还能不养我老？我不缺钱，就是怕不知道怎么花钱。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一笔零花钱的，放心吃吧，就打包3份早餐，花不了多少钱的。”老太太的个人私产都不少，她的确是愁着怎么花钱。海童不好再说什么，三大一小围坐在收银台，吃着老太太打包过来的美味早餐。海童，海童，商小飞人未到，声先到。吃得正香的老太太一听到商小飞的声音，动作都是一顿。商小飞是知道他老人家的真正身份，他们俩可不能见面呀。老太太心里急，打算溜，溜是不行的了。商小飞已经来到了店门口，他老人家只要一溜出去，就会被商小飞看个正着，只能躲起来。于是老太太淡定地放下了筷子，对海童和沈小军说道：“我吃饱了，得上一趟洗手间吧。”说着，她起身，边往洗手间走去，边说道：“年纪大了，蹲一会儿得半个小时。”海童和沈小军：“海童，你在吗？”老太太刚走开，商小飞就进来了。他左手提着一网袋的海虾，右手提着一网袋的海蟹，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海童，快接手，重死了！”商小飞可是千金小姐，平时在家里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没干过活的人，提了2大袋虾蟹进来，就觉得重死了。海童和沈小军见状，忙上前去，从他的手里接过了2大网袋的海产品。“商小姐，你这是？”商小飞2手衔了出来，他还抖了几下手臂，说道：“重死了，我都酸了。我去度假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回来时会给你带点海鲜，让你尝尝鲜，这些都是我们出海打鱼时捞起来的真正新鲜的海鲜，我特意让人收拾好，挑了最大只的先养着，回来时就给你带了回来。”海童看着2大网袋的虾与蟹，笑道：“商小姐，你送的也太多了。不多，你可以养着慢慢吃，或者先处理好，再放冰箱冻着，想吃的时候再吃。我车上还有，你们俩去提吧，我没力气。这小孩子好可爱啊，谁家的？”商小飞伸手就摸了摸周洋的小脸：“我姐的，她没空送过来，我帮她照看。好可爱，我瞧着也有点眼熟，我是不是见过你姐？”“哦，相片看过，你们小时候的相片。”海童笑道：“洋洋长得有点像我姐，我们姐妹俩小时候的相片都被他们放到网上去，上了热搜。商小姐觉得有点眼熟也是正常的。”商小飞嗯了一声，倒是没有多想。听说商小飞的车上还有很多海鲜，沈小军和海童出去一看，还真的是把他那辆豪车都塞满了，有些是鲜活的，有些是晒干的，晒干的像鱿鱼之类的，也可以放冰箱保存着，以后慢慢吃。“商小姐，你太客气了。”海童觉得太多了。商小飞不在乎的道：“一点小东西不值钱的，你不嫌弃就好，咱俩有缘，我是把你当朋友看待的，朋友之间没什么客气的，赶紧的搬下来。你店里有冰箱的吧？要是没有冰箱，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人给你送2个冰箱过来。”“有的，就是不大。”海童哪能让商小飞再送他2个冰箱呀？他把鲜活的海鲜放在厨房里，准备早午就吃一顿海鲜大餐。那些干的先放进冰箱里。你们才吃早餐吗？商小飞看到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那个桌面上放着的碗筷以及未吃完的早餐，随口问了句：“刚吃完。”沈小军忙收拾碗筷，商小飞好奇地问了句：“4副碗筷，还有人吗？”沈小军边收拾边说道：“是海童丈夫的奶奶来了，她老人家现在洗手间。”商小飞哦了一声，便没有再问下去。海童已婚之事，商小飞是知道的，因为热搜的是他还让哥哥把海之文开除呢。海家与海童的纷争，商小飞知道的比别人更多，自然也就知道海童已婚一事。外界的人呢，倒是没有几个知道的。
商小飞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对于海童的感情生活不过问。沈小军收拾好桌子后，海童给商小飞倒来了水。商小姐，你去度假这么快就回来的？我这不是放心不下我的心上人吗？陪了我爸妈在海边玩了2天，昨晚就回市里了。海童，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按你教我的办法去堵站哨的车子了，还真让我堵到了。商小飞迫不及待地跟海童分享他的战绩。哎，海童笑道：真的？你们俩说上话了吗？战大少爷帮了你吧？帮了，又没有帮。商小飞短暂间的黯然说道：我和他没有说上话，他都不肯下车，好像我会吃了他似的。我的车抛锚了吗？本想坐他的车，他不让我上车，我就没有坐到他的车。好在他让他的保镖们下车，把我那辆故意整的抛锚的车挪到了一边去，免得挡了别人的路。他这样算是帮了我，但又没有帮到底。我用你的方法算是成功了一半吧。商小飞很快又开心起来，至少站印没有放任他的车停在那里，会让保镖帮忙把他的那个车挪到一边去。这样说明了站印其实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那样的法子用多几次，总有一天他会让他上车的。未能坐上他的车与他独处，说上几句话，可惜了这个机会。商小飞叹着，我还想着上了他的车就有借口请他吃饭，谢谢他载我一程的，结果没机会了。海童笑道：谁说你没有机会，没有借口了？他不是让保镖们帮你挪了车吗？就算是帮了你的忙，你照样用这个借口找上门去请他吃饭，或者送点礼物给他当成报酬的。商小飞听得两眼一亮，对哦，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海童打趣他，你想一步登天，便没有想到这个细节了。商小飞被他打趣了，也不生气，大方地道：我暗恋他好几年，中间也纠结过，也逼着自己放弃的。我太喜欢他了，放不下，便涌起直追了。爱得太深，便想得到更多。他是巴不得一步登天，马上能和战印领证，成为夫妻的。躲避商小飞的老太太在洗手间里也能听到商小飞和海童的对话，主要是2个女孩子都没有想过要防着谁，都是坦坦荡荡的，说话的音量都不低。老太太还没有老到耳背听不见的地步，便把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的。老太太没想到海童竟然教着商小飞去追求战印，这真是一出好戏啊！老太太非但不替孙子着急，反而是幸灾乐祸的态度。谁叫战印那臭小子要装穷骗海童？海童并不知道他就是战家大少爷，是商小飞暗恋的对象。商小飞每次都是说战少，也不提及战印的名字。这2个人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人，活该啊！老太太在洗手间里偷笑，这戏真是越来越精彩。带着看好戏心态的老太太呢，竖起了耳朵，继续听着外面2个女孩子的对话。海童还记着奶奶，她和商小飞说了一会儿话后，便对好友说道：小军，你去问问奶奶，她进洗手间很长时间了。沈小军嗯了一声，转身走向洗手间。周阳坐在一旁玩玩具，没有大人陪着他时，他只会在店里玩，不会走出店，鬼精得很。商小飞本来还觉得自己的计谋没有起到作用，听了海童的话后啊，茅塞顿开，笑着对海童说道：海童，你真是我的好军师，谢谢你，我现在就去找战少，请他吃饭，他不赏脸，我就在他公司门口等着，除非他叫外卖，否则别想摆脱我。对了，海童，你平时会送什么礼物给你丈夫？海童老实的道：我只送过他几套衣服，还有就是我编织的发财树和招财猫了，还有一条金龙，就送了他这么多东西，不值什么钱的。也不知道他送的衣服战印有没有穿，领带倒是见他戴过一次。战印要是知道老婆大人心里这样想的，他得吐血啊。那天他特意穿着他送给他的新衣服，带着他送的领带回公司晃了一天。那天但凡见到他的高管们都认出来了，知道他换了牌子。除了苏南八卦嘴多知道真相，其他人不知情，但好歹人家看出来了呀。海童却是一整天都没有看出来。现在还以为他没有穿过他送的衣服呢。我先不送衣服，
送了他也不会收的，况且我也不知道他穿多大尺码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是请高级设计师帮他设计量身打造的，负责站印日常衣服的服装设计师嘴巴又特别牢，商小飞曾花重金想撬开他的嘴都撬不开，让他暗恋站印多年还不知道他穿多大码的衣服。海童，你现在有成品吗？我觉得你编织的工艺品很好看，像真的一样。你送给我的招财猫，我拿回家里后，我妈妈都夸很好看，还说有空的时候光顾一下你的网店啊，帮衬一下你的生意呢。有现成的成品，卖几样给我，我拿去送给他当礼物。海童，我这些货物不值钱的，你决定要送这样的小东西给他吗？那可是堂堂的战家大少爷，战家是千亿豪门呢，送些奇珍异宝吧。战大少爷都未必能看得入眼呢，商小飞竟然送小玩意儿给战大少爷，他什么都不缺，送东西给他就要送巧的，和他眼缘了，他才会收下来。商小飞不觉得送些工艺品当礼物有什么不对啊，他是很喜欢海童编织的工艺品的。既然你不嫌弃的话，我现在这里倒是有几样成品，可以让2样给你，不能让太多，有些是客户预定的货，得交货了。有了前车之鉴，海童不敢再把客户们订好的货送给商小飞了，只肯把存货卖2样给商小飞。也行，你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是2只凤凰，1雄1雌。海童起身走开，去他存放工艺品的大箱子里拿来了一只精致漂亮的盒子，把那只盒子放到商小飞的面前，说道在里面了。商小飞打开包装盒子，拿出2只编织好的凤凰，夸赞地道：真的栩栩如生。海童，你的手太巧了，这2只凤凰要多少钱？我买下了。咱们这么熟了，你又把我当朋友的，我就收个材料钱得了。商小飞把2只凤凰放回盒子里，说道：就是朋友才不能占便宜，情还情，理还理，多少钱就收我多少钱，不能只收材料钱。我看过你网店里的商品价钱，这2只凤凰好像是几百元吧，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他从他的爱马仕包包里拿出钱包，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小叠的钱，有多少他没数啊，直接就塞到海童的手里，不用找也不用数，你收着。要是战少收下了我的礼物，我就帮你推销产品，保证让你的销量翻几10倍。那我先谢谢你了。商小飞这么爽快，海童也就不跟他客气了，当真的不找零钱，不数钱，直接把那一小叠的钱塞进了收银台的抽屉里。海童，我先去送礼了，等我追到了战少，一定重重的谢你这个军师啊。海童笑眯眯的道：去吧，祝你早日心想事成，加油。商小飞给海童送来一车的海鲜后，捧着花重金买下来的2只凤凰走了，1凤1凰送给战印，等于是凤求凰，意义非凡。商小飞想到这里，对海童更加喜欢，是真的把海童当成了他的爱情军师。老太太等到商小飞走了，她才从洗手间里出来。沈小军说道：战奶奶，你再不出来，我和海童都要撞门而入了。老太太上了年纪，怕她会在洗手间摔着，有些老人就是上洗手间摔跤，家里又没有人，都不知道，往往等到发现时都迟了。老太太笑笑，随便解释了几句，便搪塞过去了。奶奶，你没事吧？海童关心地问着，以为老太太便秘呢。没事，我就是在里面刷了一会儿视频，蹲得久了点儿。海童，小军，刚才谁来了？我好像听到你们在说话。老太太一副好奇的样子。我新交的一位朋友，他去海边度假，回来后给我送来了很多海鲜。奶奶，中午你留在我店里吃饭，给你老做海鲜大餐。商小飞送来的海鲜太多了，海童还准备让老太太带一点回去，给她的公婆也尝尝。虽说没有住在一起，她甚至还没有去过战印的老家，但有好东西还是要孝敬一下公婆的，在公婆面前刷刷存在感。好呀，你就算不留我，我也要留下来的了。在家里经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饭，再好的菜吃的也不香啊。你多做点，我打电话给战印，叫他中午过来一起吃饭。
海童张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嗯了一声。